266名外籍人士被查。此次执法行动涉及面已经超出单一教育机构范畴。安华已下令调查，移民局也已在森林城市展开联合检举。开发商表示将配合政府。事件表面上属于移民与执法新闻，实质上反映出柔新经济特区在开放安排上的边界问题。森林城市正在吸引跨境资本、国际团队和项目落地，但马来西亚在国家立场、移民法令和政治红线上的执行并未因特区定位而改变。266人的具体身份仍待官方调查结果披露。当前更值得关注的是柔新经济特区的开放范围、监管权限和执法尺度。对新加坡企业、区域总部规划、培训业务和科技项目而言，这类事件会直接影响合规评估、选址、决策和风险定价。柔佛，尤其是柔新经济特区，正逐步承接部分原本集中在新加坡的经济活动。企业关注点通常集中在更低的办公室租金、更低的人力成本、更大的土地供给，以及制造业、后勤和后台支持团队的扩张空间。随着通关效率改善，跨境工作安排也在增加。森林城市过去几年持续调整定位，从大型地产项目转向国际金融区、跨境商务和新型服务业承接地。这一方向对新加坡市场具有现实吸引力。问题在于，柔佛并不适用新加坡的制度框架，两地在外交原则、法治传统、行政执行方式以及社会政治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柔新经济特区可以提供税务优惠、通关便利和招商支持，但并未改变马来西亚的国家立场、移民法规和政治禁区。地理距离缩短并不意味着制度差异同步缩小。此次森林城市联合检举的意义也不在于单一学校个案，而在于它把特区开放的上限、联邦与地方权限关系以及国家政治原则对商业活动的约束直接呈现在投资者面前。当前市场讨论主要集中在3类风险：成本优势能否持续兑现，政策边界是否足够清晰，以及执法执行是否具有稳定预期。这次事件应被视为涉及主权边界和国家立场的执法事件，它触及的并非一般行政灰区，而是马来西亚长期公开且持续稳定的外交红线。马来西亚长期支持巴勒斯坦，与以色列没有建交，这一立场并非临时政策，而是国家外交原则和国内政治叙事的一部分。对外资而言，最需要警惕的风险是将国家级政治边界误判为可通过招商安排获得弹性处理。因此，这次事件的关键不在于266名外籍人士的具体身份，而在于政府动用了何种层级的表态、何种部门联动以及何种执法措施。首相公开表态，移民局展开联合检举，并启动调查程序。这一系列动作传递出的信息十分明确：投资、设点和项目落地可以推进，但不得将特区理解为能够削弱国家立场约束的例外空间。从合规角度看，风险也不只存在于最终出现的人员身份，而是贯穿整个项目链条。运营主体是谁？出资方是谁？实际控制人是谁？持有何种签证？活动性质如何界定？对外宣传与实际业务是否一致？这些因素都属于监管穿透审查的核心内容。在涉及敏感国籍、外交禁区或宗教政治议题时，这些因素会直接决定一个项目是进入整改程序，还是被认定为不得开展。事件已经向市场清楚表明，柔新经济特区欢迎资本进入，但前提是符合国家政治边界、移民法规和合规要求。对新加坡市场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高效率、清晰规则和可预测执行在新加坡属于常态，但在跨境配置中，政策优惠不能被理解为制度豁免。马来西亚这一案例显示，招商政策可以推进，政治红线并未后退。一旦两者发生冲突，
执法依据仍然是后者。很多国际化项目在新加坡较少演变为同层级政治风波，核心原因在于国家立场、监管逻辑、司法执行和商业预期之间长期保持较高一致性。资本面对严格规则并不必然退缩，真正难以定价的是不确定性。规则清楚，执法稳定，边界明确，市场就能够建立预期。柔新经济特区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正是开放叙事与政治边界之间仍存在认知落差。柔佛具备明显吸引力，靠近新加坡，土地供给充足，成本较低，制造业基础较强，跨境协同空间也较大。在新加坡租金、人力和运营成本持续偏高的背景下，柔佛确实成为外溢需求的重要承接区域。但区位优势并不等于制度信用，地理上的外溢效应无法自动转化为法治可预测性、政治中立形象和国际市场信任。对政府而言，特区属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具备灵活性，但不具备主权例外地位；具备开放安排，但不意味着原则边界可以模糊。可以参考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其吸引全球资本并不只依赖税务和区位，更依赖法律、监管和争议解决机制上的清晰安排。也就是说，国际化能够成立，是因为制度安排已经具体化。森林城市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在于，招商叙事较强，但市场未必能够清楚识别哪些活动可以开展，哪些主体可以进入，哪些合作结构会触碰禁区。出现争议后，由谁裁定？谁来执法？适用什么标准？只要这些问题缺乏足够透明度，风险溢价就会持续存在。从新加坡视角看，这一点尤其关键。无论是消费、置业、设厂还是办公配置，很多决策首先看到的是低成本和距离优势，但长期配置关注的是团队、资金、数据和客户关系的持续安全性。考量周期通常覆盖3年到5年。森林城市要提升市场信心，关键不在于进一步强化宣传，而在于提供更明确的制度说明，包括开放边界、监管红线和争议处理机制。相关安排越清晰，市场对其稳定性的判断就越容易形成。从新加坡看柔佛，尤其是森林城市和柔新经济特区，核心问题不是能否进入，而是应以何种风险框架进入。将其视为单纯低成本替代选项，容易低估政治条件、监管约束和执法差异。较为实用的判断顺序可以概括为5点。第一，先识别国家层面的不可协商立场，包括外交禁区、敏感国籍、宗教、政治议题、数据主权以及媒体和教育活动边界。跨境项目常见风险并不一定来自业务内容本身，而是名义申报与实际经营活动不一致。培训、社群活动、短期驻点、远距办公和顾问服务，在不同法域中的法律定义和许可要求并不相同。第5，建立退出机制，包括团队撤离周期、数据迁移安排、合同中的政策变动条款以及客户服务切换方案。政策性风险的特点在于反应时间往往有限。对新加坡企业而言，这一判断顺序具有现实意义。租金、人力、通勤和双边客户覆盖能力都属于重要变量，但应放在合规与政治边界识别之后。柔新经济特区仍然具有区域协同价值，制造业、物流、后勤、金融服务和跨境生活服务仍可能继续集聚。此次森林城市风波同时表明，区位优势并不能替代对政治边界和监管结构的识别，低成本不构成投资决策的唯一依据。这次森林城市突击搜查不应被视为柔新经济特区整体失效的证据，也不能被简化为一次普通执法。事件暴露出的核心问题是，特区在吸引国际资本过程中，制度边界仍需进一步清晰化。哪些活动可以开展，哪些活动受到限制，由谁审批，由谁执法。
哪些国家立场和监管红线不会调整？这些问题越明确，市场越容易建立稳定预期。从新加坡视角看，这一事件具有长期参考价值。未来，新加坡与柔佛之间的经济联系大概率继续深化，跨境通勤、产业分工、资本流动和生活服务往来都会增加。但联系加深，并不意味着制度差异同步收敛。成熟的跨境判断应建立在对柔佛本地政治现实、监管结构和执法逻辑的准确识别之上，并据此完成风险定价。当前市场对柔新经济特区的关注点已经从单纯机会叙事转向制度透明度、监管确定性和长期稳定性。